嗨，我是做了22年广告的创意人 Dawson。我曾经用创意的方式管理上百人的创意团队。今天这一支影片呢，其实就是我用创意管理团队的小妙招之一。今天职场生存守则要讲的是在职场上做专案 review 或者是做项目检讨的时候通常都是同事之间剑拔弩张、翻脸的开始。所以今天在看完这支影片呢，大家可以获得什么价值呢？其实只要2句话，就在项目检讨或者是专案 review 的时候，就可能找到解决方法。更重要的是开完这个会以后，每一个人都会心怀感激的走出会议室。更夸张的是会感动到流泪。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在会议当中，在做项目总结的时候，就会互相指责对方，说对方哎呀你的事情没做好又或者是在讲到一个项目过程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小细节的时候，忽然间就有人爆炸在会议上这样。所以其实这种项目检讨大会或是专案 review 的会议最后都会变成批斗大会。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几个，但是同事就被解决了好几个。所以今天要教大家小妙招就是用对这2句话，就能够解决在专案 review 或是项目检讨的时候的所有冲突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这2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在项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人或者是哪一些事情做得很好的，大家要给予鼓励。第2句话呢，就是哪里可以做得更好。那这2句话呢，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在会议当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先来看看第1句话。第1句话呢，就是在项目过程当中有哪一些人、哪一些事做得好的。那这个背后的道理就是这样，就是既然每一次做这种项目检讨或者专案 review 的时候，终究会有跟人相关的状态。那如果跟人相关，就很容易变成指责。那我们就把它换另外一种方法，用赞美来代替批评。所以这个要设立一个会议规则。这个会议规则呢，就是希望在座的所有人要对项目组里面的所有人表达赞美与感谢。那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在项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真的帮助了项目进展很大的功劳。好，那当你在赞美这样的人，其实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谢。那当然，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有人偷懒所以当你真的也要去感谢这些偷懒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支支吾吾的，话也说不出来，赞美也赞美的有点看起来有点虚假也就这样糊弄过去了。所以那个偷懒的人一听到，我靠，原来我在这整个项目组里面的功效这么低，好，那他自己也会心虚。那在下一次的工作当中他就会更加努力。其实老板在这个时候看所有人在赞美的时候，就可以拿一个小本本开始记到底是谁在项目里面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这样子一来其实没有针锋相对的批评，也没有指责任何人，还感谢了所有人。所以这样的做法反而会增加团队的向心力。那第2句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就更厉害了。因为既然是项目检讨专案 review 对不对？我们不能一昧的就只是赞美别人，当然还是要解决问题。所以要讲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前呢，我先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这样，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属下，那他上班老是迟到。每次他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迟到他总是会给我一堆理由，什么水管爆裂啦，然后什么家的狗生病啦，总是会有一些充满创意的理由。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深吸一口气，然后呢，该扣薪水的扣薪水嘛，对不对？但是总不能老是扣薪水，扣薪水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让他准时来工作对不对？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想了很多方法。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点，其实他到底因为什么样的状况迟到，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他可不可以准时来。所以我就换了另外一个问法，我就问他说：我要怎么样帮你，你才可以不迟到？所以这个答案就延伸到我们刚刚说会议检讨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项目检讨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想要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可是真正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问题就解决了吗？下一次在做项目执行的时候也会遇到不一样的问题所以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在下一次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在这里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解决方法，而不是找到事情的原因。所以当我在问出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这句话的时候它背后就隐藏了2个含义。第一个是
到底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想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第二，其实我更想要知道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会发现用了这个方法以后，整个在会议上面的效率跟氛围就会变得特别高。重点是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工作的一些流程。所以你想当所有人都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来，身为领导人是不是应该要鼓励大家，感谢大家，帮公司用最快速、最高效的方法整理出一套 SOP 来？这一套 SOP 其实时间一久，经过验证，你就会发现这些 SOP 有一些真的是可以很好变成公司制度的一部分，这不是皆大欢喜。所以有时候在管理团队的时候不单单只是用一些方法来规定人，更多的是要符合人性。人生嘛，开心就好，有创意的人做什么都有创意，包含在公司管理上。